Acro Yoga 是双人瑜伽或者是团队瑜伽，我们也可以建立，就是说团队精神，可以建立更正面的沟通方式，还有建立信任。这个课是最吵闹的，是最好玩的。对，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瑜伽就是很 zen 很 calm， 可是这个就有点不一样。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全职的工作，大学毕业过后我就继续跳国标摩登，然后那时候就是出国比赛，所以大概每天都会练，然后那时候也觉得说自己不适合这个全职的工作，比较喜欢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就是我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很多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会多少影响到，就是坐也不可以坐好，站也不可以站好，然后有时打喷嚏的时候，整个 back 会就是 spasm 然后脚就没有 feelings， 然后医生也说，如果你不做 surgery 的话，你就会可能会半身不遂这样子。对，可是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跳舞，如果做这个动手术的话，那个 spine 就不能再动，会 immobilize， 所以我就想要找更自然的疗愈方式。6个月的训练过后，就完全没有背痛。当时候也 take 了一个 yoga therapy course。然后就是要专注帮忙这些有背痛问题的人，他们可能也不只是体力上的痛，也是可能会 affect 他们的 daily life， 会 affect 他们的 mental health。对，所以我想要通过瑜伽就是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有这样时间上的这个 flexibility， 我也接触到了 Acro Yoga。其实那时候就是去了巴厘岛，然后就看到Acro Yoga 没有听过，就是尝试一下新的东西。然后上了那个课过后，我就觉得这个蛮有兴趣的，因为新加坡从来没有人做过 Acro Yoga， 或者有这种 Acro Yoga 的课。然后想了一下，就 OK， 我应该去上这个教室训练。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要选自己的 pain that you want to go through， 对不对？有些人是可以做9 to 5， 可是我决定做24/7 work for myself。可是这是让我很开心的，因为当时我27岁，就觉得到了这时候应该生活要稳定下来了。辛苦是一定会啦。可是就学习怎么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寻找就是开心的部分吧。我没有盘呢，就是自己去怎么说去建立这个 studio， 所以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做，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扛。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怎么办？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然后那时候就决定说，好，studio关，我们就 we go online， 所以我们就有 free IG live classes。然后，可是那时候 is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因为关闭，我们 go online 就 reach 到更多的人。We managed to build a community online， 然后到时候我们的 studio 开了。那些学生就开始回来。如果在家里或者在公司做久了以后，觉得背部不舒服，然后你可以尝试这一些动作。
我的 brand 的那个 tagline 就是 work in work out make connections。work in work out 就是 work inwards， 就是 work on yourself mentally， 然后 work out 就是 work on yourself physically，which we explore through yoga。然后 make connections 就是 make connections with yourself，make connections with others。然后就是这3年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进来这个瑜伽课的，我觉得如果可以散发出这个 work in work out and make connections 的精神给他们，我觉得我算是成功了。接下来就是会慢慢开始做教师训练。因为当时我的教师训练其实帮了我很多，就是教好那些学生，然后 in the future 可以有 expansion plans， 让这些学生再继续教，然后继续传播这个瑜伽的精神。